姑娘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绿萝已经去叫大夫了。你与绿萝照应我最是尽心，这床下匣内有你们的卖身契，以及我的所有银两。待我死后，你们二人分了这些，就此离去吧。不会，姑娘，你不会死。绿萝这个死丫头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我不是贪玩误事，等她回来，看我如何收拾她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一个老婆子粗鲁地将紫苏推开。大姑娘，你自幼病魔缠身，我侯府花费大量时间钱财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如今你油尽灯枯，也是时候报恩了。那镇国公府富二公子刚刚断气，人家愿意花大价钱娶你过去婚配，你就乖乖从了，也算是最后为侯府做点贡献。你呢，也别怨我们家夫人，夫人也是为了你的身后事着想。夭折的女儿可进不了祠堂，你只有嫁去镇国公府，人家答应将你与富二公子一并下葬。要是你那早逝的母亲九泉之下得知你有个归宿，也能安息。我家姑娘还没死呢，你们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就不怕遭报应？贱奴，尊卑不分，竟敢用这种语气跟妇人说话！来人，拖出去，跟另一个丫鬟一并关进柴房。紫苏，穆生生想要制止，可他这身子刚一起身就是一个踉跄，跌倒在了床边。生生，母亲可是为你寻了一门好亲事，到时候黄泉路上才好有人与你作伴，免得你孤身一人寂寞难耐。穆生生这病秧子，反正也活不了几日了，临死前还能挣个银子彩礼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还不快为大姑娘更衣梳妆，可别误了吉时。若是让爹爹知道，绝不会轻饶了你们。我是这侯府的主母，侯爷不在，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更何况宣武侯穆平川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不一定回不回得来呢。转眼穆生生已经被塞进花轿，趁着黄昏时候从侯府后门抬了出去。刚刚听他们说要让他跟富二那个死鬼一并下葬，莫非是要将他关进棺材里活埋？不行，他不能坐以待毙。花轿摇摇晃晃前行，直至一个人多车多的路口才停下。恍惚间有个声音在他脑中喊：快跑！穆生生不再犹豫，找准时机，卯足了力气掀开轿帘，一头滚了出去。穆生生慌乱地穿梭在人群之中，似乎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指引着他，越是朝某个方向去，他越发呼吸顺畅，力气又多了一丝，直到他一个不慎迎面撞入一个男人怀里。原本他仅剩3天的生命，竟然增加变为了4天。公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我素不相识，本王为何要救你？殿下若施以援手，民女今后愿当牛做马，任凭差遣。本王不需要。看你还往哪跑？乖乖跟我们走吧，要不然我镇国公府可不是吃素的。那些追兵凶神恶煞的就想上来推开男人，拽走穆生生。住手！众人愣住，便看他一把将穆生生横抱起来，转身上了马车。今日此女冲撞本王，本王要带回去问罪。谁想要人，只管来摄政王府要。众人一听是摄政王，霎时如遭雷击。他竟是那个权倾朝野、执掌生杀的摄政王蔺寻。据说摄政王5年前奉先帝遗诏回京辅佐少帝，临朝摄政，以雷霆手段叱咤朝野。年仅16岁的少帝不过是他掌中随意摆布的傀儡，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。朝中上下文武百官皆是敢怒不敢言，暗地里都称他做活阎罗。穆生生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坐上行驶的马车，得知面前男人竟是当今摄政王，也是惊得差点两眼一黑。他虽不怎么出门，摄政王蔺寻的名讳还是听说过的。记得有一回偶然听见爹爹在书房大骂蔺寻那个狗贼，包藏祸心，不择手段，若是不除之而后快，迟早做出谋逆之事，祸害我大禹江山100年基业呢。蔺寻是谁啊？能让爹爹这般动怒？一个坏人，今后你若遇到他，切记绕着走，莫要招惹。今日是谁不好，怎偏偏是他？理清楚现在的处境后，得出结论：想要活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缠上蔺寻。多谢摄政王出手相救，此番恩情无以为报。民女愿今后当牛做马，任凭殿下差遣。你这病殃殃的样子，能做什么？民女虽体弱多病，可也学过琴棋书画，诗书礼艺，时常为父亲铺纸研磨，斟茶递水，诵经念诗，分忧解难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殿下若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你说说，镇国公府的人为何追你？穆生生还在思索，要不要编个什么故事糊弄过去。就听蔺寻厉声警告：若是让本王发现你有半句虚言，立即将你扔下马车。臣女不敢有所欺瞒，
臣女乃是宣武侯穆平川之女，今日我那继母趁父亲离京，狠心要将我送去镇国公府配冥婚，我途中逃了出来，这才冲撞了殿下。所以说，为奴为婢是假，想寻求本王庇护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令寻一定以为他一眼就把这小姑娘的目的看穿了，殊不知小姑娘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接近他，探寻续命的方法。他们不达目的，定不会罢休。臣女也是无处可去，只求殿下能收留几日，让臣女避避风头。3日，只需收留臣女3日，3日后我父亲回京，定会为我做主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殿下。父亲为了去给他寻医才离京，3天之后就是他16岁生辰。爹爹知道那天有多重要，不可能不赶回来。本王可以答应留你在王府住3日。令寻不是什么大善人，只因这镇国公府素来与他为敌，今日在他眼皮子底下，哪能容得他们撒野？多谢殿下垂怜。不过本王还有个条件。穆生生凑近了些，几乎快要趴到男人腿上。只要殿下肯收留，不管什么条件，臣女都可以答应。劝你别动什么歪心思，本王对你没兴趣。你可会抄书？臣女常常抄写经书祈福，打发时间。本王有一本旧书，你替本王重抄一遍。多谢殿下恩典。起来吧。穆生生身子本就弱，他刚强撑着身子站起来，正好此时马车不知碾到什么杂物，猛地一个颠簸，穆生生身子不稳，就这么一头塞进男人怀里。这回他们身体接触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神秘力量，让他精力倍增。可奇怪的是，生命天数并没有随之增加，难道是他的方法不对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？穆生生这才回过神，想要起身，可起到一半又失力地坐了回去。殿下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方才跪得太久，有些腿麻。还好，目的地总算到了。马车刚停稳，令寻便推开穆生生，大步跨下车去。穆生生强撑着发软的腿，也紧随其后。光临摄政王回府。殿下，臣女身子弱，走不动。走不动也得走，不然就等着镇国公府来接你。先前在马车里，穆生生靠近令寻时，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舒畅。可眼下令寻越走越远，他瞬间泄了气，又变回了那副苟延残喘的模样。感觉到身体的巨大落差，穆生生更加坚定，这颗救命稻草他必须牢牢抓住。穆生生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才堪堪迈过摄政王府大门的门槛。这位可是穆姑娘？奴婢玄机，奉命前来接姑娘去客房歇歇。穆生生眸子一亮，瞬间感觉这个令寻好像也没父亲说的那么灭绝人性了。臣女参见摄政王。你来作甚？本王不是已经叫人将书送过去了？殿下的那本青囊经年代久远，陈旧破损，晦涩难懂，生生不敢轻易动笔，所以特来请教一二。令寻先一步进屋，到书案旁入座。穆生生小心翼翼捧着古书放在他面前。生生听说这本青囊经失传已久，不想见还有孤本在殿下手中，生生沾了殿下的光，才有心见识一番。你何处看不明白？穆生生在等他的时候，已经把这本古书粗略看过了，当即指出几处模糊不清的段落，令寻一一为他解答。身前温暖绵软，隔着衣物有意无意蹭到他的胳膊。男人心思早已不在那本旧书上，也不知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喘出的气息越来越烫人。穆生生这个罪魁祸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还在暗喜庆幸。他挨着令寻的身体，精力猛增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接下来他只需按照计划装作头晕昏倒在令寻怀里，应该就能增长寿命的天数。我的头好晕。转眼他就倒在令寻怀里，随之而来的是生命的天数成功增加了1天。穆生生暗喜，同时也在猜想，为何有时可以，有时不行？莫非每天只能起效1次？令寻凝眉，将他从身上拧出去。你若身体不适，便回去歇着，抄书不急于一时的。都怪这客房太过偏远，深深的身子又实在孱弱，今天回来的路上受了风吹颠簸，身子都有不适。若是能住得近一些，生生有什么疑问来找殿下，也就不必那般费劲了。令寻只想着赶紧将人打发走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他要做出些什么来。当即叫来玄机交代，派人将穆姑娘的东西搬到旁边的灵溪院。玄机略微诧异，按照以往经验，这女子冒犯殿下，殿下应该发怒将她扔出府邸才对，怎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答应给她换住处？这穆姑娘果然与众不同。多谢殿下体谅。当夜，穆生生便端着一壶安神茶，再一次敲响了令寻的房门。他必须抓紧时间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。进来。穆生生进屋行了个礼。你又有何事？殿下日理万机，生生特意为殿下煮了一壶安神茶，还请殿下笑纳。殿下请用。
穆生生，说好你只是在王府借住3日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近本王，到底想要耍什么花样？本王忍你多时，你真当本王是个什么好相与的？殿下，您都疼人家了。本王早就跟你说过，对你没兴趣。我劝你安分一些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别有任何的非分之想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殿下，您误会了。生生只是感激殿下收留，想为殿下多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，不是想勾引你。哼，这还不是勾引，那如何才是？殿下想知道，那生生现在就让你看看，如何才叫勾引。穆生生涨红着脸，指尖如兰，缓缓解开衣带。为了活命，穆生生不介意勾引他，正好他也想知道不穿衣裳抱在一起的话，续命效果会不会更好。穆生生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不是殿下想看的吗？他何时说过想看了？出去，今后不准再出现本王的屋里，不然就将你扔出摄政王府。殿下既然这般不想见到生生，生生这就走。说完就抹着眼泪跑了出去。反正穆生生今日已经续命了1天，也懒得再费力气讨好他。待穆生生走后，令寻若无其事回到桌案前，继续批阅剩余的折子。令寻看奏折太久，闭着眼揉了揉眉心，感觉口干舌燥，又端起茶壶倒了一杯茶水饮下，察觉味道有些不对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刚刚穆生生送来的安神茶。这味道是酸枣仁搭配龙井所泡，既提神醒脑，又安神镇静。令寻一杯接着一杯，不知不觉竟将壶内喝得一滴不剩，一直到深更半夜，奏折悉数阅完，令寻才更衣洗漱上榻睡觉。这夜他做了一个梦，怀里的小美人生得好看至极，因为抽泣啼哭，眼角发红，惹人垂怜。殿下，一切真实的好似发生过一般。令寻猛然惊醒，令寻想到梦里穆生生那娇柔撩人的模样，顿时头疼欲裂，都让他怀疑那壶安神茶是不是有问题。次日天还未亮，令寻已经启程赶赴皇宫上朝。天书一早已经听仆人禀报过了，说是昨夜摄政王4更起来，又是沐浴又是换被褥，折腾的几乎一夜未眠。殿下，前2日太皇太后送来的那位姑娘还住在后院，经属下观察，是个安分守己的，相貌还算艳丽，不如殿下就将她纳为侍妾，也好有个枕边人分忧解愁，不然憋坏了身子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你不说本王倒是忘了，你跟随本王多年，东奔西走，劳苦功高，也还未来得及娶妻纳妾，不如那女子便赐予你吧。属下不敢，她是太皇太后派来伺候殿下的，赐给属下算什么个事？你都看不上，还让本王把她纳了。殿下，属下查过了，那穆姑娘患的是绝症，活不过16。本王只收留她几日，宣武侯回京便来接她回去，她死与不死与本王何干？天书嘴角抽动，心下暗想：殿下，你确定之后不会被连毒打肿吗？皇叔今日看着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身体不适，需不需要朕叫太医过来瞧瞧？不必，只是昨夜看折子看得晚了一些。皇叔切勿过度操劳，今日定要好生歇歇。明日中元节祭祀大典还需皇叔亲自主持啊。令寻心下想着，看来要睡个好觉，今日只能住在皇宫里。两人说着明日祭祖大典事宜，突尔一名太监急匆匆跑来禀报：太皇太后传唤摄政王。本王这就过去。朕听说郑国公夫人今日一早去求见皇祖母，说是要讨说法，也不知所谓何事啊。令寻自然心知肚明，辗转去了坤和宫。母后万福。摄政王，听说你结了郑国公府的亲，你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啦？你是要气得你父皇掀棺材板出了才能教训你？母后所说为何？儿臣不知啊。宣武侯之女与我二儿大婚之日，摄政王将臣父那未过门的儿媳给劫持走了，这事众所周知，还望殿下赶紧把人交出来，我们还要赶着完婚。父二一个死人，如何娶妻？我儿已故不假，可那穆姑娘身患绝症，也活不了几日了。我们两家原就定好了要配冥婚，让二人泉下有个伴，也好让穆姑娘进我傅家的祠堂。待他死后，本王自会将尸首交给你们，再行完婚也不迟。太皇太后听了事情的始末，也接纳了令寻的提议，毕竟冥婚这事情不太体面。好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崔氏不敢再多说，只能点头应下。远在摄政王府的穆生生突然掩着口鼻打了个喷嚏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穆生生摇头。穆姑娘，这摄政王府有的是厨子，你想吃什么吩咐一声即可，不必亲自下厨的。
这是我为摄政王做的。殿下他今晚留宿在宫里，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不回来？明日就是中元节，他16岁生辰之日。不仅他父亲还没回来，现在连令寻也不回来，他可怎么活啊？中元节，皇宫大内祭祀大典因为一场骚乱提前结束了。皇叔伤势如何？无碍，不过皮外之伤。这些刺客简直胆大包天，皇宫大内戒备森严，竟还敢来刺杀朕。多亏了皇叔替朕挡了这一下，不然恐怕今日受伤的就是朕了。令寻心下冷笑，这刺客哪里是来刺杀皇帝的，分明一开始就是冲着他令寻来的。陛下放心，臣必定亲自揪出幕后黑手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话虽说得体面，可二人心思各异。其实令寻心里清楚得很，这事跟面前的小皇帝脱不了干系。昨日穆生生为了讨好令寻，还强行打着精神亲自下厨做了一点饭菜，可今日他别说做饭，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姑娘，奴婢还是找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吧。我没事，你快去看看摄政王回来了没有。旋即无奈，只好起身出去查看，可刚走到门口，就感觉一股凛冽气息。奴婢见过摄政王。令寻面无表情跨入屋内。殿下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本王答应的3日之期已到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便离开摄政王府。我爹回京了。未曾回京，不过本王可派人护送你南下去找他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得知他要送他走，眼里的光都熄灭了下去。毕竟你尚未出阁，就这么住在摄政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传出去也坏了你的名节，本王不能再多留你了。本就命不久矣，加之一时情绪激动，穆生生突然喉中一热，一股熟悉的血腥味涌出，便眼前一黑，浑身失力，瘫软的倒在了软榻上，没了反应。穆生生，你怎么了？玄机也吓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来人呐，把太医找来。徐太医一摸着脉象，便知躺在床上的人是谁。活不过2日了，准备后事吧。给本王治他。摄政王饶命啊！并非下官不治，只是此女先天不足，又身患绝症，本就活不过16，又一直靠药物维持至今啊，早已是身体掏空，无药可救了呀！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令寻知道穆生生患病，却不知竟这般严重。先前穆生生每次在他面前精神都很好，他还以为他们说的他活不了多久是指几个月半年之久，没想到竟真的只剩2、3天。殿下，属下这就赶去江南，将洛神医请来。此去江南，快马加鞭不眠不休的话，来回也要3日，来不及了。总之，殿下想法子吊住他一口气，属下3日即归。令寻不说话，天书就当他是默认了，大步流星出门，迈入黑夜之中。殿下明日还要上朝，先去歇着吧，此处奴婢守着。你先退下。玄机不敢违背，恭敬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别怕，你不会死。殿下放心，臣女这边收拾东西离开，不会死在你这儿，脏了你摄政王府的地方。哼，你这副样子能去哪儿？镇国公府的人就等在门外，只等你断了气，将你抬去与那死人完婚。不要，殿下，我求您别将我的尸首交给他们，生生只求殿下待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送回到我父亲手中。你可知道，是你爹亲自答应的这门婚事？不是的，这并非是我爹爹的本意，他本是将我许给镇国公府的富3公子，让我死后有个归宿，哪知福儿突然死了，正好也未曾婚配，镇国公府便擅自将这个婚事改到了那死人头上。你安心在此歇息，本王已经派人去请神医来给你治病，你爹那边也会叫人去催他赶快回来。殿下，你不赶我走了？穆生生，若是你活着，尚且能留下；若是敢死，本王立马就将你送出去给镇国公府的人，让他们帮你收尸，知道吗？穆生生不由自主一抬手，便勾住了男人的脖子。殿下，抱一下我。令寻差点气笑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脑子里还想这些？殿下，你抱抱生生吗？我求你了。其实穆生生真想告诉这蠢男人，他抱一下就可以给他续命，他就不用死了。可这话卡在喉咙里，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禁止，让他如何也说不出来。男人终究还是妥协了。现在可满意了？生生就知道殿下舍不得生生死，感觉到怀里的绵软，瞬间有了感觉。可男人又很羞耻，他都要死了，他竟然还生出那等心思，与禽兽何异？好了，别太得意忘形了。看着增加1天的生命，穆生生正喜不自胜，无意间抬起头，男人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便落入他的眼底，他正看得出神，问他，既然抱他能增加1天生命天数，那若是亲他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殿下，
令寻低下头来，一抹粉唇便映入眼底，四唇相交的刹那间，随之而来的是剩余的生命滚动式的增加，一下子就多了5天。令寻也愣住了，大概没料到他竟大胆至此。少女的唇冰冰凉凉，但尝试起来香甜软糯。令寻梦见过很多次，可那梦总归是虚无缥缈的，只可惜男人刚勾起那念头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，少女已经咬着湿漉漉的唇瓣娇羞退开。穆生生，你可知道你在做甚？生生知道。既然无法直接告诉男人他这么做是为了续命，他总得找个合理的借口。生生既是将死之人，便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。其实那日见到殿下第一眼，生生便对殿下一见钟情，几次3分纠缠殿下，便是想在临死前能多看殿下几眼，也就心满意足。他这是在表白心意。殿下不接纳生生的心意没关系，生生只求余下的10日能陪伴在殿下左右，也就心满意足，死后便也能够安息了。见令寻沉默不语，也不表态，殿下不说话，生生就当你是认了。眼看令寻对他还有些抗拒，穆生生立马就摆出一副要死不活的虚弱模样。殿下，殿下，生生好难受。行，令寻怕了，他不再推他出去，他何必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？殿下，我好饿。令寻换来旋机，让厨房准备吃食，很快热腾腾的饭菜便陆陆续续端了上来。穆生生虽然已经恢复了体力，可做戏还是要做全套，说是走不动，让令寻将他抱到了桌边。殿下可要跟生生一同用膳？不必，本王用过了。令寻就坐在一旁，看着穆生生吃得津津有味。突然这么能吃，该不会回光返照了吧？也不知是回光返照，还是先前他吃的那粒药丸起了作用。那是洛神医以前赠予令寻的药丸，仅此一粒，说是危急情况下可以拖延时间。穆生生吃完了饭，又回到榻上躺着歇息。殿下，今晚留下来陪生生可好？本王可以留下来，不过你最好别打本王的主意。我都不怕，殿下还怕什么？难不成生生都变成这样了，还能爬你的床不成？令寻差点呛着，这小东西口无遮拦，说的什么？夜里令寻说话算话，并未离去。穆生生躺着也不老实，时不时呼喊令寻。殿下，我渴了。令寻给他送来水，喂他喝下。不多时，他又出声：殿下，我冷。令寻便又让人换了厚一些的锦被给他盖上。殿下，殿下。才刚坐下，那边又开始了。你又想做什么？生生身体不适。令寻只好再次放下手中公文，过来看他。你哪里不适？穆生生笑着，顺势握住了他的手。他先前确实有些头昏难受，不过一摸上男人的手，跟吸了一口仙气儿似的，瞬间什么不适都一扫而空。生生已经好多了，殿下去忙吧。他呼吸顺畅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看着自己被他摸过那空荡荡的手心，令寻的一瞬间都产生了些许错觉，他好似是用完了立马就被人丢弃的工具人。一直到当天傍晚，天书总算是将洛神医给带了回来。本来去一趟3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，好在天书跑到一半，正好听说洛神医就在附近行医，便赶紧去将人带走了。不是说马上要断气了吗？怎么我看好像还能活个10天8天呢？穆生生一听，这神医竟然连他还能活几日都能看得出，这也太神了吧！也不知若是让他们知道他要靠令寻才能续命，会如何作想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肯定会把他当成吸人精气的妖精，将他绑起来用火烧死。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。殿下可给他用过什么药？就是你之前给本王的那个药丸，前日他快不行了，本王便给他服用了此药。洛清先是略微诧异，那个药丸的作用是激发人体极限，让人兴奋而感觉不到疼痛，一般身受重伤失血过多的人服用可以撑到等来救援。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
这药怎么会对穆生生的怪病有效果？难道是那个药误打误撞缓解了他的病情？既然如此，洛神医不如再多配一些此药，说不定能治好他的病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这药是草民的师傅留下来的，师傅早已仙逝，草民学艺不精，还未习得配制之法。听说这药方存在于那本古书《青囊经》上，可惜此书早已失传。唉。令寻和穆生生默契地对视一眼，穆生生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《青囊经》，令寻接过抄本，翻开几页看了看，他竟还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这么快已经抄好了。令寻目光不自觉地在穆生生脸上停留片刻，而后才将书交给了洛清。呀，这是你要的《青囊经》抄书，本王限你7日，7日之内将药交到本王手上。殿下，请您放心，草民必竭尽所能。殿下要走了，这几日堆了不少事情还未处理，本王需要处理，你好生的歇息。殿下稍等，生生还有一事想问，我爹爹他到底现在何处？为何至今还未回京？宣武侯失踪了，本王也是今日才得到消息。什么？我爹失踪了？本王已经派了人去寻他，你只管好生的养病为主，切勿忧心。有劳殿下费心，若有我爹爹的消息，还望殿下务必告知。接下来的2日，穆生生在府上养着身子，没事的时候就做做刺绣，累了便去花园里散散心。令寻耽搁的事情太多，实在太忙了，穆生生只去书房给他送了2回安神茶，借机抱了抱他，便没再多纠缠打扰。我听说是摄政王找了个神医回府，把那丫头的命给保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总之明日我儿下葬，必须把她接回来。摄政王府守卫森严，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，我们如何才能将他弄出来？哼，他本就是我镇国公府的人，我自然是正大光明的去接他。他有摄政王这个靠山，怎么可能轻易跟你走？我自有办法。次日，穆生生正在屋里挑针刺绣，忽而旋即匆匆忙忙赶来禀报：殿下传姑娘去书房，可是有何要事？是镇国公夫人亲自上门，说要接姑娘你去国公府，看她那架势，似乎有备而来。旋即领着穆生生来到书房，身子如何了？好多了。你应该知晓了，镇国公夫人崔氏要接你走，本王不答应，她便在王府门口撒泼，说是令寻不把人交出来，他便要闹得全京城人都知道，他摄政王强抢民女，抢走了他们镇国公府的儿媳。他说要亲口问过你的意思才肯罢休，你去打发他走，可还行啊？生生这就去。你若不想走，他们奈何不了你，只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一切由本王担着。生生知道了。生生见过镇国公夫人。穆姑娘，今日是你王夫下葬之日，该随我回国公府送行了。你毕竟是我镇国公府的儿媳，长久留在外人府上，难免惹人闲话。你放心，你既是我镇国公府的儿媳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儿下葬之后，你只需为他守寡即可。若有需要，府里会请名医为你诊治。若真无力回天，也必以少夫人之礼为你风光操办。若还有其他条件，尽管提。国公夫人哪里的话，生生与2公子并未拜堂完婚，这婚事也是你们擅自更改的。国公夫人应该最清楚不过，我的未婚夫婿应是夫3公子。穆姑娘本也是将死之人，跟我2儿才是良配，何必让傅3年纪轻轻便顶着个官夫的名声，今后也不好再娶，你说是吧？生生是不会跟你去的，只等我父亲回京做主，退了这门婚事。哼，你会跟我回去的。他凑近了一些，用几乎只有2人能够听清楚的声音：你那2个陪嫁丫鬟紫苏和绿萝，可都在镇国公府等着你呢。他们对你如此忠心耿耿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们2人失望啊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崔氏早知道他会怀疑，自然是备好了信物。穆生生一眼就认出，这是紫苏和绿萝的平安锁，是他们各自及笄之时，穆生生亲自让人打造了送给他们的。他想伸手去夺，崔氏却快速收回了手。你可决定了，要不要随我回去？穆生生一时进退两难。看来你并不重视那2个奴婢，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多为难，你就在这摄政王府躲着吧，我看看你能躲到几时。我这就回去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主子是缩头乌龟，只怕他们到时候心灰意冷，含恨而终。夫人且慢，怎么改变主意了？
生生可以随你走，不过摄政王收留生生这么些时日，就算要走，生生理应前去道别，再收拾一些行李。你可得谨言慎行，莫要让摄政王再费心，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。还请国公夫人稍作等候，生生去就来。随后穆生生回到摄政王书房，打发人走了。生生是来向殿下辞别的，生生要随国公夫人走了。这几日多谢殿下收留，此番恩情，生生无以为报，唯有来世再做牛做马报答。怎么可能？穆生生最怕的就是去跟镇国公府那个死人配冥婚。厉寻就是笃定穆生生肯定会拒绝，这才会同意崔氏亲口去问他。你答应随他走？穆生生点点头。穆生生，你可是仔细想清楚了，出了摄政王府的门，你再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。生生想清楚了，反正婚书还在他们手里，早晚我都要去，活着去还是死了去没什么差别。殿下再大的能耐，也庇护不了生生一辈子。谁说他庇护不了一辈子？以他厉寻的能耐，就是2辈子3辈子也不成问题。国公夫人还在等着呢，生生就此告辞。告什么辞？本王允你走了吗？先前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，余下10日都要陪伴本王左右，怎么这么快就想食言？生生不敢食言，生生也舍不得离开殿下，只是崔氏要挟你。殿下别问了，生生不能说。殿下若是对生生还有几分情分，便放生生离去吧。今日没有本王准许，你哪也别想去。来人，去将那崔氏给本王撵走。他若是不走，便将外头所有人抓了，以扰乱治安之罪，关入大牢。是。殿下不要，不要，他们会没命的。谁？是我那2个婢女，与我情同姐妹。生生也是今日才知道，继母将他们2人送去了镇国公府做陪嫁丫鬟。崔氏便是以这2人性命要挟于你，叫你跟他走。穆生生点点头。2个婢女的命有这么重要，值得你如此只身涉险，送入虎口？生命没有贵贱之分，生生在这世上没有兄弟姐妹，从小到大只有他们2人作伴，他们对我也是忠心不二。生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，殿下，你就让生生去救他们性命吧。明明就是想求他出手救那2个婢女，却句句不提求。这女人是越来越会拿捏他了。好，那你去吧，本王答应了。你既对他们如此情深意重，本王也不好阻拦。什么？快收拾东西走，别让人久等。那生生这就走了。穆生生硬着头皮朝门口走去。殿下，生生可真走了，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了。穆生生这回真要哭了，本来还想让厉寻主动提出帮他，结果这男人完全没打算插手，还真的答应放他走。穆生生哭丧着脸，刚走到门口，眼前的场景却是整个人呆若木鸡。姑娘，你真的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什么只能活到16岁都是骗人的，我家姑娘能长命100岁。你们不是在镇国公府吗？怎会在此？是这位大人将我们带来的。穆姑娘有所不知啊，今日镇国公夫人来府上叫嚣，殿下便派我去摸一摸底细。我去到镇国公府，发现他们2人被关押在柴房里，一问才知原来竟是穆姑娘的婢女，所以我就将他2人带了回来，正想询问殿下该如何处置。多谢天书大哥。误打误撞罢了，没想到能帮上穆姑娘的忙，都是殿下有先见之明啊。你们且稍后片刻，我去就回。随后穆生生进屋。怎么不走了？生生哪里舍得离开殿下，都是那妇人威胁生生，生生为了2个婢女的性命，才不得已说出那番话。殿下一定会理解生生的，对吧？厉寻板着一张脸，显然不领情。殿下喝了这杯茶，就当是一笔勾销了，好不好？厉寻瞥他一眼，轻哼一声，还是接过茶杯，仰头饮下。你先退下吧，你那2个婢女还等着你去叙旧呢。那生生先行告退。等穆生生走后，厉寻叫来天书吩咐：你去将那崔氏打发走，最好是永绝后患。永绝后患？还请殿下明示。他们不就是想找个女子来配冥婚吗？那就给他们一个。殿下，属下有个人选。谁？太皇太后送来那位苏姑娘，她已经在府上足足1月，殿下既不打算纳了她，总要找个机会打发了。我看就让苏姑娘扮成穆姑娘的模样，跟他们回镇国公府，到时候等他们发现事情已成定局，就只能认下。你去问问他是否情愿，若是他答应替婚，摄政王府今后就做他的靠山，本王也可以允他丰厚的嫁妆；若是他不愿，便另给他寻一门亲事。天书领命，当即去了后院，找到那位苏姑娘苏韵儿。得知天书的来意，只不过思虑片刻，很快就答应了。翌日，穆生生得知消息后，还暗暗感叹，可怜了那位苏姑娘，要为父2守寡。天书解释道：殿下已经许诺他，等他们回镇国公府，便会将他们带回来。
他守门3年之期，便可离开郑国公府。若是想再嫁，也可替他另谋良人啊。既然那苏姑娘心甘情愿，令寻又都安排妥当，穆生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他还得好好感谢令寻。当晚，令寻从宫里回来，穆生生又一次端着安神茶送过来。殿下，请用茶。你没在本王的茶里加什么吧？要不然，为何他每次一喝就要梦见那些扰人的东西？怎么会啊？生生还没活够呢，哪敢谋害摄政王啊？令寻正好也渴了，倒了一杯茶水饮下，喉中畅快了几分。你找本王有事？穆生生沿着桌岸边一步一步走到令寻跟前，而后轻车熟路地往他怀里一坐。殿下帮了生生一个大忙，生生不必再去冥婚，都不知该如何报答殿下才是。你能如何答谢？当然是这样如何？令寻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，穆生生却又翻脸不认人，又一次将他抛下。穆生生，你这是在引火上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可以要了你？生生好歹是正经侯府的嫡女，礼义廉耻还是知道的，绝不能做无媒苟合之事。更何况即使生生愿意服侍殿下，生生的病情殿下也是知道的，恐怕身子难以承受。既然知道自己身子有什么情况，便别再来招惹本王，不然的话，你会死在本王的床上。毕竟是少女，哪听过那么多直白的言语？穆生生只得赶忙岔开话题。殿下，不知我爹那边可有什么消息？瞧见他整个脸蛋儿乃至耳朵都是粉嘟嘟的，令寻不自觉心下好笑，还以为他多游刃有余，原来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个纸老虎。已经有了眉目，你且放宽心，好生的养病。若是身子好了，等他回来瞧见也会高兴的。穆生生暗暗欣喜，已经在期待和爹爹重逢的日子了。洛神医送来的药可服用了？都已经用过了。你先回去歇着吧，本王还有事没忙完呢。穆生生点点头，乖乖退了下去。姑娘，你和摄政王这是？我爱慕他。姑娘，那可万万使不得。摄政王年纪都24了，比你大了整整8岁，而且他跟侯爷是同僚，按照辈分你都能叫他叔叔了。而且姑娘也是知道的，侯爷一向对摄政王颇有成见，定然不会答应你们的事。姑娘还是早些打消这个念头为好。摄政王几次救我性命，靠着他找的神医，我才活到今日。爹爹若是知道，肯定也会对他有所改观。姑娘该不会当真想要嫁给摄政王吧？摄政王妃高处不胜寒，可不是人人都当得的。就姑娘你这个身子骨，哪经得起他搓磨？后面的话穆生生已经听不清了，他只听见嫁给摄政王。穆生生茅塞顿开，是啊，他若是能嫁给令寻就好了。若每日与他同床共枕，穆生生只需趁着令寻睡着后偷偷亲他，续命简直轻而易举。只是他应该如何向令寻开口呢？他这副身子，那男人肯定不会答应娶她吧。穆生生闲下来，又在屋里刺绣，绣了好几日的鸳鸯荷包总算是完成了，装的一些舒缓安神的香料，等今日有机会去送给令寻。花园里那些花也都该开了吧，我们过去瞧瞧。紫苏便搀扶着穆生生，二人出了灵溪院。他就是那病秧子？不过是个病秧子罢了，估计也活不过几日了，死气沉沉的，实在晦气。我看是连郡主的半分也比不上，也不知摄政王看上他什么了。我听说摄政王找来那神医，医术高明，能让人起死回生，说不定能治好他的病呢。郡主放心，估计摄政王也只是一时怜悯，将他当个消遣的玩物罢了。郡主可是太皇太后钦定的未来摄政王妃，她哪能跟郡主你相提并论？走，我们去会一会她。站住！见了我们家郡主还不行礼问安？我家郡主可是肃宁长公主之女，先帝亲封的昭阳郡主，信不信我家郡主治你目无皇室之罪？臣女见过昭阳郡主，郡主万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郡主，臣女是宣武侯之女穆生生。哦，你与摄政王是何关系？为何会出现在王府呢？生生遇到危险，是摄政王出手相助，如今生生正在王府养病。哈，穆姑娘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，这么无名无分的住在一个渭南府上养病，宣武侯府没教过你什么叫礼义廉耻吗？又或是你对摄政王有什么非分之想？我们家郡主身份高贵，跟摄政王才是天作之合。太皇太后都已经应下这门婚事，只等不日便能完婚。你一个病秧子，最好是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离摄政王远些。你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就是给摄政王做妾都嫌晦气。穆生生心下生疑，玄机不是说令寻许久没有谈过婚事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未婚妻？郡主别误会，生生与摄政王是清白的，摄政王看在与我父亲是同僚的份上，才对我多有照顾，生生也是为了求医，才不得已暂住王府。那既然是清白的，你就立刻搬出摄政王府，
今后别让本郡主再看见你。生生恕难从命，此处是摄政王府，又不是朝阳郡主府，郡主应该没有资格赶生生走。郡主是打算无视摄政王，擅作主张。穆生生，你可别怪本郡主没提醒你，若是让太皇太后知道你这丧门星纠缠摄政王不放，你可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你若肯识相些，就自请离去，本郡主尚且不与你计较。若是你还缠着摄政王不放，就别怪本郡主不留情面了。本来穆生生还想跟他争论的，可余光瞄见远处回廊上一个高大的男人身影正在靠近。生生也想走，可摄政王哪里舍得放人？他可是说没有他的允许，不准生生离开摄政王府一步，还说要与生生厮守余生呢。穆生生，你这恬不知耻的狐狸精，竟敢勾引摄政王！穆生生跌坐在地上，手背被路边的花枝划破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刚刚穆生生摔倒，袖中刚好绣好的荷包也不慎飞出。哈，就你还妄想跟摄政王鸳鸯戏水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。他将荷包交给身旁的珍珠，珍珠跑到湖畔，便用尽全力将那荷包扔进湖水里。郡主，我家姑娘带病之身，本就时日无多，根本不会碍着你的路，你又何必如此为难？你一个奴婢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家郡主？郡主何等身份？今日就是打死了你们，也不过按死了2条臭虫般简单。郡主，依奴婢看，咱们也不用跟他客气，直接扔出王府，叫一辆马车送回宣武侯府去，交由他们处置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，别碰我家姑娘！让开！你们在作甚？参见摄政王。你没事吧？而后将他轻薄的像纸一样的身子横抱起来，就要带他离开。表哥，是他先冒犯朝阳，朝阳也只是小小教训了他一下。郡主想赶生生离开王府，生生走便是，可郡主何必要扔了生生的荷包，还让婢女打紫苏呢？臣女自认未曾得罪过郡主，郡主却步步相逼，百般刁难。生生虽身份不如郡主尊贵，可好歹也是正经侯府嫡出的，不是身子羸弱些，别男人有欺辱。你休要胡说，分明是你。够了，本王亲眼所见，你想如何狡辩？表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个女人，她都是在演戏，你千万别相信她。一个奴婢，谁跟你的胆子在摄政王府撒野的？来人，拖去杖责20。摄政王饶命，饶命！奴婢知错，奴婢不敢了。摄政王饶命！郡主救救奴婢！谢婉宁顿时也慌了，呆滞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还没等谢婉宁做出反应，珍珠便已经被拖到了看不见的地方。紧接着一声又一声的惨叫传来，极为刺耳。20大板还没打完，那边就没了动静。转而侍从上来禀报，晕过去了，接着打完。令寻目光又落在谢婉宁身上，送朝阳郡主回府，今后若无请柬，不得再踏入摄政王府一步。说完，他便抱着穆生生离去。果然，他的苦肉计还是很有用的嘛。疼吗？穆生生刚准备摇头，哪知令寻突然将药酒倒在他的伤口上。陛下，生生好疼啊！别动，不然会留疤的。等一切处理好后，又问他现在如何？还是好疼，殿下帮生生止疼好不好？眼看穆生生又想亲上来，令寻早有防备，用指尖挡住他进攻的唇。上回本王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么快就忘了？眼看马上又能续命了，嘴唇却吻到了男人2根指尖上。穆生生大失所望，只能灰溜溜的退开。朝阳郡主是殿下的未婚妻吗？本王与她只是表兄妹，并无其他。她自幼被家中娇惯坏了，行事张扬跋扈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后她不能再进王府了。那殿下有没有心上人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殿下看生生如何？令寻看着他，渐渐皱眉，还是想说那句话，除了美貌一无是处。殿下是知道的，生生一心爱慕殿下，临死前别无所求，唯一的心愿便是能嫁给殿下为妻。反正生生时日无多，待我死后，殿下再另娶他人便是。而且殿下若是愿意娶了生生，还能让生生混个王妃的牌位，等我死后还可以进皇室宗祠，这辈子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令寻越听越觉得刺耳，这女人是在安排他的身后事，如今不能去傅家的祠堂，竟然惦记起他摄政王妃的牌位，还想进皇室宗祠。穆生生，你先活下来再说吧，本王不想做官夫。这2日你可有身子哪里不适？要不要让洛神医来替你号号脉？穆生生暗想，让洛神医来号脉，岂不是就暴露他身体莫名好转，活命时间变长了的事儿吗？不行不行，他不想被烧死。洛神医还忙着制药，就别打扰他了。我也没有哪里不适，
总想吃东西。你想吃什么？本王让人去给你弄。我想吃。木生生如饥似渴的目光落在男人那抹薄唇上，咽了口唾沫，意识到自己好像被调戏了。令寻瞬间黑了脸。木生生，生生只是太喜欢殿下，所以才总想着与殿下亲近，不然等我死后也就没有机会了。殿下若是厌恶，生生今后再也不敢冒犯。最后一次，随后便瞥下木生生，快速抽身，头也不回离去。生命跟着又加了5天，总共有20天了。令寻回屋，没有急着用晚膳，也没有忙着批改公文，而是先叫了水，要沐浴，将一切看在眼里的天书在屋顶上叹息连连，让你死鸭子嘴硬。看吧，又要自己泡冰水了。眼看洛神医所说的10天8天的期限快到了，木生生随时可能再次犯病，可那药丸到现在还没能配置出来。次日，令寻亲自找到洛清，催促此事。殿下，这药草民已经按药方治好了，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。有何问题你直说，本王可想法子解决。我那些药材耗尽，也只做出这么1粒，没法试药，也没办法重做，除非找到更多的药材。可现在时间又来不及了。总之，你尽快的配置出1粒药，需要什么药材记下来，本王立即派人去寻。是。在绣什么呢？生生的荷包被朝阳郡主扔进了湖里，正打算重新绣一个。本王的人从湖里捞出来的，可是你的东西。多谢殿下，今后可看好些。其实这是生生亲手所绣，打算送给殿下的定情信物，还请殿下务必收下。不等他动作，木生生已经将荷包给他系到了腰带上。等生生死后，这荷包便可以代替生生，一直陪在殿下身边。别总咒自己，洛神医会治好你的。算算日子，这2日你恐怕又快发病了。这是洛神医为你配制的药，仅此1粒，也没时间试药了。你若服下，还不知会有何成效。木生生倒是不担心，不就是试药吗？反正毒不死他就行。令寻还想说什么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等了好半晌，感觉如何？殿下，这药吃了也没有那么快起效。殿下要是想知道有没有用，不如今晚就留下来陪生生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令人不齿。又不是没有共处一室过，殿下倒是现在想起来令人不齿了。上回那是你情况危急，本王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反正生生都在殿下府上住了这么久，外头早就传得不成样子了。殿下若当真顾及生生的名节清誉，就应当对生生负责，才能堵住那些人的嘴，莫要让生生死后还要背负骂名。木生生，当初是你求着本王收留，还赖在王府不走，现在怪本王不顾及你的名节清誉。既然你怕毁了你的名誉，现在便可收拾东西搬出王府，没人拦着你。殿下又要赶生生走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那个意思。殿下果然与朝阳郡主才是一条心，你们都要赶生生走。那生生现在就收拾东西回玄武侯府好了，反正冥婚那时逃国之后，生生也再没有借口继续死皮赖脸的住在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说着，木生生就要去收拾东西。木生生，你若觉得住在我摄政王府名不正言不顺，住得不安心的话，怕是招人闲话。本王明日便对外宣称你是本王的义妹，谁再敢说你的是非，本王便撕烂他的嘴。殿下的妹妹贵为公主，生生哪里敢做殿下的义妹，跟她平起平坐？再说了，你见过哪个义兄和义妹吃嘴子的吗？这小东西能不能别再口无遮拦了？本王是说对外宣称，而且生生与当今圣上同岁，殿下与我爹是同辈，就算要宣称，也应该宣称殿下与我爹是义兄弟，生生是你的干侄女，对吧？摄政王叔叔。木生生，木生生看把他气成这样，心里总算是舒坦了几分。生生累了，需要休息，摄政王叔叔请回吧。令寻站在原地，回想起上次木生生发病的模样，令寻终究还是决定留下来，并且以防万一，把洛清等人都召唤到门口候着。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已经到了用膳时间，木生生还闷在里屋不肯出来。令寻示意紫苏去赶木生生出来用膳。我不饿。不吃就饿着。随后便自顾自把晚膳吃了。碗筷撤走之后，令寻又叫人取来公文，在外屋桌案上批阅起来。木生生缩在里屋床榻上等了许久，令寻好像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难道是打算今晚留下来？木生生不想出去跟他照面，可是在屋里躲得太久了，有些尿急，必须出去解手。先前令寻在木生生房里守的那2晚，就只是在桌案上趴着眯了一会儿，今日却打算在这里睡觉。他不是说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吗？看起来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嘛。哼，假正经。去哪儿？去解手。怎么，摄政王叔叔想送我去？令寻越听越觉得刺耳，能不能别叫他叔叔？他哪有那么老？
等穆生生举着刚擦干的手回屋之时，厉寻埋着头，故作认真地批阅公文，都没抬头看他一眼。穆生生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却也没跟他说话，只是倒了一杯水喝下，又拿了几个点心，转身进了里屋。之后两人一个在外屋批阅文书，看似聚精会神，却时不时抬起头望向里屋，心不在焉；另一个则躲在床上，把软枕当成厉寻，一巴掌一巴掌地扇上去。臭男人，要不是为了续命，他才不会卑微作践自己去讨好他呢。殿下，这是洛神医新给姑娘开的药。放下吧。厉寻端着托盘进到里屋。别装了，起来喝药。被拆穿的穆生生只好睁开眼，翻身坐起。穆生生幽怨地看了男人一眼，又瞥了一眼那黑漆漆的难闻汤药，顿时不情愿地别开了脸。穆生生，本王都已经留下来陪你了，你适可而止。摄政王叔叔还是早些回屋歇着吧，生生不用你陪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会令人不齿。本王一再让步，你非得惹本王生气吗？穆生生扬着下巴哼了一声，二人对峙好半晌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好半晌，厉寻才叹息一声：好了，你若不愿让本王宣称与你是义兄妹关系，本王不说便是，你先把药喝了。那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厉寻噎住，思来想去也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就怕答错了他还要继续怄气。穆生生知道是时候给他个台阶下了。殿下，生生只是想有个名分，光明正大的住在摄政王府。生生知道摄政王妃关乎国家社稷，非同儿戏，殿下也没法轻易决断，但是让生生做侧妃也是可以的。生生对殿下一片痴心，难道殿下当真忍心让生生含恨而终吗？一切等宣武侯回京再说，好吗？先把药喝了。我可以不喝吗？这是洛清按照青囊经新给你配的药方，良药苦口，你先喝了，吃点橘子就好了。为了吃橘子，穆生生心下一横，将一整碗药一饮而下。厉寻还在暗暗惊讶，瞧见他招手才回过神，递上橘子。穆生生迫不及待地剥开橘子，塞了一片进嘴里。好吃。厉寻一向对吃食没什么欲望，只要能够果腹就行，可能有点不理解为何穆生生吃个橘子都能开心成这样。殿下也尝尝。厉寻正想说他不吃，可刚张口，穆生生就趁机将橘子塞进他嘴里。好酸，这到底哪里好吃了？看男人酸的五官都皱到了一起，穆生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得花枝乱颤的，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。男人愣愣地看着他的笑颜，心里升起一股暖意。饿吗？穆生生摇头。那身上可有异样？其实穆生生刚刚躲在屋里怄气的时候，药丸早已经起效了，跟与厉寻亲近时候极为相似。可很奇怪，生命天数并没有因此增加。洗漱完了，熄灯躺下之后，穆生生还在翻来覆去，反复琢磨这件事。他意识到自己能活多久，似乎并非药物能够控制的，而是别的什么神奇力量在操控。只有跟厉寻亲近，才能让他续命。不管吃什么药，或许能让他身体好转，却并不能让他活得更长久。不知不觉，夜已经很深了。厉寻忙完公务，也熄灯睡下。穆生生躺在床上，早就困倦不堪，却还是努力撑着眼皮，保持清醒。他不能睡，他还等着厉寻睡着了，才好过去偷摸亲他呢。又等了许久，外屋一直没有声音，估摸着厉寻也早就应该熟睡过去。穆生生轻车熟路，伸长脖子，撅着樱桃小嘴，将嘴唇落到他的嘴唇上，直到吸取了足够的精气，长到了5天的时间，穆生生才心满意足地退开。只是嘴唇刚刚分离的一瞬间，突然黑暗中一只手掐住他的后脖梗，将他勾了回去。穆生生，你在做什么？穆生生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。穆生生，你如此放肆，可是把本王说的话当耳旁风了。生生不敢。不敢？偷亲本王你都敢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？哼，你还没体验过男女之事吧？就这么死了也会抱憾终身，不如本王今夜就帮帮你，也算是让你圆满了。殿下，生生身子还不行。想要的是你，不要的也是你。穆生生，本王早就警告过你，别招惹本王，是你不听的。你不是想做本王的侧妃吗？今日本王便随了你，明日便禀明太皇太后，册封你为本王的侧妃，如你所愿。殿下，生生错了，生生再也不敢了。突然间，腹部一阵剧痛传来，额上冷汗直冒。糟了，怎么肚子突然这么疼？难道今日吃错了什么东西？殿下，生生的肚子好痛。厉寻反应过来，他莫不是又犯病了？来人！众人正在打盹儿，听见厉寻的声音，所有人瞬间睡意全无，一拥而入。厉寻担忧地注视着穆生生，又看向正在把脉的洛清。怎么样？可是又犯病了？殿下，穆姑娘这是中毒的迹象，可有法子解毒？洛清都抽不出时间答话，他飞快地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银针和一堆药粉药丸，
立即着手为穆生生解毒。一切做完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。情况如何？还好发现及时，要不然神仙难救啊！留穆生生独自在屋内床上躺着，令寻等人都退到了外屋说话。穆姑娘服下解药，已无大碍，只是太困睡着了而已。不但如此，骆某看她这病似乎也有了起色。她如何中毒的？知不知穆姑娘今日都吃了些什么？她吃了你给的药丸和汤药，还有橘子之类的一些食物。骆某的药绝对没有问题，就算对她的病没有成效，却也不可能害她中毒毙命啊！给本王调查清楚。属下领命。当即就下令封锁王府，调查所有人士。这边洛清亲自检查了今日穆生生吃的2种药，药丸肯定是没问题，只有洛清和令寻2人经手过，而且已经吃下许久，药发作早就发作了。至于晚上才喝的那碗汤药，紫苏把药渣拿过来给洛清查看，洛清立即就看出了问题所在。殿下，这副药有问题。骆某原本开的药是乌头，炮制过的乌头本没有太大毒性，可有人在里头又加了一味贝母，它与乌头相冲，形成剧毒，险些害了穆姑娘性命。寻常人并不知晓这些，此下毒之人应是通晓医术的。天书办事效率还是有的。令寻和洛清这边刚说完话，那边天书已经押着一个人回来禀报。启禀殿下，这人大半夜鬼鬼祟祟，想从后门出去，被下面的人捉住了，不知该如何处置。押入地牢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。别送我去那里，我什么都交代，我什么都说呀。庭院内，仆人抬来太师椅，令寻端坐在上。草民也是被逼的，他们拿我妻儿生命威胁，让我给那病秧子药里动手脚，好叫他死得神不知鬼不觉。这草民也是不得已为之的。摄政王饶命啊！说是谁人指使你的？草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给我的银子也都是换好的，想来一开始就防着草民，草民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啊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哎呀，草民真的是什么都说了，大人饶命啊，饶命！很明显，幕后之人很谨慎，没留下一点痕迹，估摸着也问不出什么。天书只好派人将他拖进地牢，再行用刑。得知幕后黑手是冲着穆生生来的，令寻心下已经有了怀疑的人选。天书听闻令寻怀疑是朝阳郡主，却是微微摇了摇头。殿下，属下听说朝阳郡主那日在我们王府闹出事端，回去之后便被萧宁长公主罚了禁足1月。这事就算是朝阳郡主的意思，恐怕也不是她着手办的。派人去盯着，看谢婉宁近来都接触了一些什么人。天书领命离去，事情安置好，已是黎明破晓时候。殿下，不要！生生会死的！不要！这是梦见他强迫他。令寻本也没打算强迫穆生生做什么，甚至即使是穆生生愿意，他还不答应呢。毕竟他的身子脆弱不堪，从灵溪院出来之后要进宫上朝去了。临行前刚上马车，天书急匆匆赶过来，便将几页供词交到了令寻手里。殿下，人已经捉到，也招供了，这是供词。令寻一看这供词，脸色更加阴沉的可怕。果然就是谢婉宁指使他人所为。一早朝堂上，满朝文武人心惶惶，如履薄冰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今日摄政王心情不太好，尽是给他们找麻烦挑错处。已经好几位官员遭了殃，轻则被贬下放，重则罢黜流放。就连当今圣上也因为最近功课学得不好，被摄政王单独留下来，好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。下朝后，令寻便径直去到了太皇太后坤和宫里拜见。你也别将一切的重担揽在肩上，太过劳累，累坏了身子。皇帝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可为你分忧几分。哀家听说苏应儿又被你给打发走了，不是哀家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婚事始终是头等大事，莫要再继续耽搁了，争取在年前定下来，也好早些为皇室开枝散叶。哀家看朝阳一直对你痴心一片，扬言非你不嫁，想来对你也是真心实意的，你就莫要再耽搁辜负他了。哀家已经做主答应了这门亲事，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，将素宁叫到一起，
我们再仔细商量一下婚事。儿臣确实有些事想找肃宁大公主商量，不如母后现在就将她请进宫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肃宁大长公主蔺清微来到了坤和宫。也不知太皇太后和摄政王传唤肃宁，所谓何事？看来大长公主还被蒙在鼓里。摄政王所为何意？昨夜有人在摄政王府里投毒，那人已经供出是肃宁大长公主府上的人收买他干的。怎么可能？摄政王休要血口喷人，肃宁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怎可能谋害皇族？还请摄政王务必彻查，还朝阳清白。是大长公主府上的人收买本王府上的大夫，往本王的药里下毒，这2人已被拘押，这是他们的供词，指认的是朝阳郡主。朝阳犯下如此大罪，大长公主身为母亲，是否应与她同罪？太监接过蔺寻手里举着的供词，先是呈给太皇太后过目。朝阳确实太不像话了。朝阳一直在禁足，此事绝非他指使，定是那奴婢擅作主张。太皇太后，朝阳是您看着长大的，绝不会投毒，可不能将他交给大理寺啊。摄政王既然并无伤亡，不如就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母后觉得应当如何处置？不如就送去庄子上反省思过。他就是被这样惯坏的，今日敢在王府投毒，再不严惩，今后还不知闯出什么祸来。那你想如何惩戒？朝阳郡主罚俸1年，贬至封地朝阳郡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朝阳虽犯了错，可罪不至此。就算不念朝阳对你一片痴心，她也是你表妹，看在我的颜面上，何至于罚这么重？那病秧子不是毫发无损吗？本王从未说过毒是投给谁的，姑姑怎会知道？看来你也并非不知情。大长公主浑身一震，霎时面色铁青。原来女儿所作所为，她多少知情。以往几次害人，都是她帮忙善后压下，此次也未阻止，以为能像从前一样遮掩，却没料到摄政王动作如此之快。肃宁，你知道这事儿，还由着朝阳胡作非为，岂有此理！亏得哀家还替你们母女说话，你们这是想气死哀家！太皇太后，朝阳他是不懂事了些，可也是情有可原的，还请太皇太后开恩，摄政王开恩，别将他送去朝阳郡那等偏远的地方。他自幼娇生惯养习惯了，去了穷乡僻壤之地，如何生活？哼，被他所害之人不知几何，本王多次不曾追究，他却不知收敛，屡次三番。今日本王已经是顾及颜面旧情，不然便会将他剥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再流放千里。当初庶宁的夫君便是公怒案时为了救陛下而死的，现在肃宁只有这个女儿了，离开肃宁他可怎么活啊？摄政王就算不顾及肃宁的面子，可我那王夫……若不是先丞相的大义之举，也没有你长公主府如今的昌荣盛宠。若他在世，也绝不会任由你们母女为非作歹。蔺清微一听，现在连搬出王府也不好使了。长公主是想体面的送他走，还是让本王亲自派人护送？不必劳烦摄政王，是肃宁教女无方，回去定然按照摄政王的意思，将朝阳送至封地，让他吃吃苦头，受受教训，希望能够改过自新。限今日之内，朝阳还需要收拾收拾行李，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他交代。今日就走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是今日就走。长公主要是人手不够，本王可派人相助。是，肃宁今日天黑之前定送朝阳出城。长公主府上，谢婉宁还在屋里焦急地来回踱步。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人推开。娘亲，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看女儿了？哪知蔺清微进屋却是横眉怒目，抬起衣袖，啪的一巴掌打在了谢婉宁的脸上。母亲为何打女儿？逆女，你还好意思问？看你干的好事，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吗？别去碰那个病秧子，更别去惹蔺寻。你竟然还敢手伸进摄政王府投毒，你也太胆大包天了吧！现在好了，蔺寻查到你头上，现在要将你贬到封地，永世不得回京，且现在立马就启程。娘亲，我们都是母女俩相依为命的，我不要去封地，我要跟娘亲你在一起。我不要去那种地方，娘亲，你帮帮我！难道你忍心女儿过去受苦吗？我舍不得也没办法，蔺寻做的决定一向没人能够左右。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城。蔺寻还在看着呢，天黑了还没有走，他的人就来送你走。表哥怎么如此狠心，让我去那种地方？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为今之计，也只有你先忍辱负重，去那边待一阵子，等今后为娘再想办法把你弄回来。你既喜欢那蔺寻，待娘亲夺得大权，定将他挑断手筋脚筋，扔到你面前，任由你玩弄。娘亲，女儿可以忍辱负重，不过娘亲一定要答应女儿，将木生生的丧门星碎尸万段。我只有等到娘亲的好消息，在那边住着才能安心。你放心，不用你说，为娘也不会留他。只不过他一直躲在摄政王府不出来，有蔺寻庇护着，想下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
姑娘，你可好些了吗？就是头晕，使不上力气，别的倒没什么。紫苏给穆生生讲述了昨夜他昏过去以后的事，还好洛神医救了他一命，好歹没扣天数。绿萝通知了洛神医，洛神医匆匆赶来为穆生生把脉看诊，确定无碍，才露出笑意。穆姑娘吉人天相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虚弱了些，今后正常服药即可。穆姑娘放心，这回洛某必定亲自监督，不会再叫任何人有可乘之机。师生绝非信不过洛神医，只是洛神医下回开的药能不能稍微好喝一些？哎呀，这药哪有好喝的，总不能弄成水果味吧？真的可以吗？那我想要橘子味儿。洛某只是说笑，穆姑娘不会当真了吧？二人正在说笑，突然感觉一道寒光袭来，紧接着门口传来一声轻咳。本王来的不是时候。曹明参见摄政王。他情况如何？这毒已经解了，只是需要休养几日恢复一下。另外，须是昨日服用那药丸的作用，穆姑娘的病情稳定了许多，一时半会儿没有犯病的迹象。如此，洛某也有时间寻药制药。这里没你的事了。洛清识相的赶忙告退离去，令群缓步走到穆生生床边。可好些了？生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殿下关心。谢婉宁已经被本王送离京城，再不能加害于你。今后你只管安心休养，想吃什么用什么，尽管吩咐下去。毕竟你遭此劫难，都是被本王连累的。说到吃什么用什么，穆生生这才感觉到腹中空空。去拿些吃的来。很快紫苏便端着粥进来，很自然的就送到了令寻手里，然后退了出去。令寻先愣了愣，这个紫苏不伺候穆生生喝粥，难道是要他来喂？起来喝点粥吧。穆生生倒是想起来，一阵头晕目眩，又倒了下去。生生头晕，使不上力气，殿下可以帮帮我吗？令寻只好将粥碗放在床边，然后过来坐在床沿。他一只胳膊揽过穆生生的肩膀，轻易的就将他从床上扶着坐起。穆生生顺势就瘫软的倒进男人怀里。不行，生生的头好晕，好难受。看似痛苦呻吟，实则感觉到男人怀里那股力量。穆生生已经精力大涨，一眼就识破他又是装的。穆生生，你到底是想吃饭，还是想占本王的便宜？殿下误会了，生生不是为了占殿下便宜，是当真难受。不过方才缓了缓，现在已经好些了。令寻一手扶着他的肩，另一手取来粥递给他。穆生生接过碗，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进自己嘴里，大概觉得令寻坐在旁边干巴巴盯着他看，有点不自在，舀了一勺粥递给他，习惯性的分享。殿下想喝吗？令寻别开脸，他吃过有口水，不想喝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好像亲嘴的时候他都已经不知道吃了他多少口水了。回想起他唇齿间的气息，不禁目光落在他的唇瓣上，回想那个时候没做完的事，男人唇舌发干，原本早已压下去的无形火焰又在死灰复燃。发现令寻眼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看。生生的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好生的休息，本王还有事，改日再来看你。随后扶着他躺下，再换来紫苏伺候，就此离去。从灵溪院出来，吹着外头的冷风，令寻深深吸了好几口凉气。接下来几日，穆生生躺在床上养病，令寻也来看过他2回，只是没有说上2句话。穆生生更没来得及跟他亲近，男人便赶时间匆匆离开。这日下朝后，令寻没有在宫里多逗留，正要打道回府，却被一个少年拦住了去路。陛下这是……许久没去皇叔府上坐坐了，正好今日那些功课太傅说的不明不白，便想劳烦皇叔为朕解惑。皇帝年纪小些的时候跟令寻关系甚好，经常出入摄政王府，后来长大了，关系渐渐生疏，才不怎么去了。今日他突然提出要去王府，令寻暗暗起疑，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难道是冲着穆生生来的？穆生生精神稍微好些了，听闻令寻下朝回府，几天没续命了，急需吸取男人身上那股力量，好好滋润一下才行。今日他势在必得，把上回让你准备的桂花酿拿出来。梳妆整理一番，穆生生便拿着这壶桂花酿，即刻动身去了文渊阁。来到文渊阁门外，就见今日书房外一如往常的守卫森严，天书将穆生生拦在门外。穆姑娘，摄政王在接待贵宾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天书大哥，生生亲自酿了桂花酿，想要亲手交给摄政王，不知可否劳烦通禀一声。美人楚楚可怜的请求
连摄政王那种神仙都无法拒绝，天书一个凡人又如何忍心拒绝？他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。是木姑娘给殿下送来了桂花酿，想亲手交给殿下。叫他先回去，本王回头再去找他。皇叔，不如就请他进来吧，朕也想尝尝这桂花酿味道如何。不过是小女儿家粗制滥造，不成体统，怕是陛下喝了有伤龙体。传他进来。天书看了令寻的眼色，令寻只好合眼表示许可。正好令寻也想知道皇帝今日这般反常举动到底有何目的。生生参见摄政王。至于那位贵客，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，只是朝他略微屈膝行礼。皇帝一瞧见穆生生，视线便定格在了他身上，一时竟看得出了神。先前朕就听闻宣武侯之女在皇叔府上暂住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个妙人呐，难怪能让皇叔如此袒护。臣女参见陛下。平身吧，穆姑娘患病虚弱，今后见了朕不必心如此大礼，免得累着了，皇叔该要心疼了。陛下切莫误会，穆姑娘只是为了求医养病，借住王府，是经过宣武侯夫人应允的。待宣武侯回京，自会接她回去。当初冥婚的事情解决之后，穆生生要继续住在摄政王府，令寻便派人回宣武侯府，给他那个继母林氏知会了一声，说是穆生生要继续在王府养病。林氏哪得罪得起令寻那等大人物，只能笑着答应。这么说，皇叔跟穆姑娘清清白白，并没有传闻那种关系。外头都说摄政王在府上金屋藏娇，养了个禁鸾，还是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。那些都是流言蜚语，陛下切莫信以为真。臣与穆姑娘行得端坐得正，并未有逾越之举。不知为何，明明知道令寻不会承认他们二人有什么关系，穆生生依旧略微有些失望。皇帝听后却是似乎松了一口气。那朕就放心了。他放心了？他放心什么？穆生生偷瞄一眼小皇帝，总觉得这少年笑起来虽然好看，却莫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令寻渐渐眉头紧锁，手中一颗棋子重重敲在棋盘上，顺势转移了话题。该陛下出棋了。皇帝也取了一颗棋子落下，明明是在下棋，目光却总是朝着穆生生身上看去，很快就分出了胜负。承让。朕怎么也赢不过皇叔，实在没劲，不下了。时辰不早，朕也应该回宫了，下回再来仔细向皇叔讨教棋艺吧。说着他就要迈步离去，可走到穆生生面前却是顿住脚步，目光悠悠近距离地盯着穆生生看。朕还不曾尝过这小女儿家自己酿的酒是什么滋味，不如这壶桂花酿便赠与朕当见面礼吧。多谢了，朕会拿回去好好品尝。酒被皇帝抢走了。殿下，我屋里还有2壶，这就让子苏去取来。令寻也没阻拦，任由他去了。两人等着酒的间隙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令寻突然指着面前的棋盘问穆生生：“可会下棋？”“略懂一二。”这是穆生生谦虚的说法了。其实下棋他还是有一手的。殿下，不如我们来赌一局棋。哼，赌什么？要是生生赢了，殿下就让生生亲一口，好不好？小丫头片子，还想跟本王赌棋，口气倒是不小嘛。哼。那若是本王赢了呢？穆生生古灵精怪地笑了。那生生也让殿下亲一下。令寻感觉好像又被调戏了，瞧见男人冷下了脸，穆生生赶紧改口：“反正生生若是输了，任由殿下处置便是，绝无怨言。”“好啊，那就赌。”现在令寻已经开始在想，等赢了之后应该如何惩罚穆生生了。他那么喜欢和他亲嘴，那不如就罚他给嘴巴贴上封条，不许亲他。想到穆生生嘴巴贴着封条，亲不到他干着急的模样，令寻不禁嘴角勾起。“殿下请。”“本王让你9子，到时候输了可别说本王欺负你。”“那生生就多谢殿下礼让。”想到马上就可以亲到嘴，获得力量，穆生生现在就咽了一口唾沫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然后毫不客气地连下9子。刚开始穆生生落子随意，没有章法，乱七八糟。令寻都在想他到底会不会下棋啊。不过渐渐的，随着棋盘上棋子变多，令寻的表情也逐渐凝重，直到最后男人彻底笑不出来了。棋盘上看似无关紧要的黑子，竟是四处暗藏玄机，无数陷阱引他入局。最终胜负已定，令寻再怎么厉害也无力回天，只能黑着脸放下手中的棋，认输。“你赢了，是本王太大意了。”“殿下输了，是不是可以让生生亲了？”“愿赌服输。”穆生生凑上去坐进他怀里，只需一抱，便已然将昨日扣掉的一天追回。一只手扶着男人的脸庞，扬起下巴，闭着双眼，便凑上去亲吻在了他的唇上。很快，前几日失去的5天也长了回来。目的达到，穆生生也没多做留恋，立马就退了开去。令寻喘出粗重的鼻息，一把将穆生生拉回来，并非因为不舍，而是心有不甘。
再来下一局。穆生生满足之后已然兴致寡淡，反正再亲也不长时间了，他可懒得费那个劲儿。生生倒是想再陪殿下再下一局，可是刚刚下了这么久的棋，实在是累了，身子有些受不了，还需赶紧回去歇着。不如我们还是明天再下吧，可好？那好，等明日本王回来找你。那生生就先告退了。送走穆生生之后，只留下令寻，取来穆生生拿来的桂花酿，倒了一杯。一入口，没想到品尝起来味道竟然还不错。突然想到被小皇帝拿走一壶，令寻又有些不痛快。殿下，圣上这几次总来府上，莫不是冲着穆姑娘来的吧？刚开始他们也不知小皇帝这葫芦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现在仔细一想，他今日看穆生生那种眼神，他的目的显然就是穆生生。天书不知想起什么，突然惶恐不已。不知殿下可还记得当年那只小狐狸吗？有一次大雪封山，令寻骑马路过时，碰见一只雪狐中了猎人的陷阱，死在雪地里。旁边留着只幼狐，瑟瑟发抖地蜷缩在母亲怀里。令寻顺手把那只小狐狸卷在披风里带回府上。小狐狸很黏令寻，吃喝睡觉都跟着他，若是他出门了，也会耐心地在门口等待。直到有一次令恒来王府玩耍，令寻和天书发现之时，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令恒满身满手都是鲜血，手里还攥着一把小刀，已经是将那只狐狸的皮都给活活剥了下来。直到令寻见时，那狐狸都还没断气。皇叔，这畜生敢有朕，朕要把他的皮做围脖。直到现在，每年到了冬天，令恒还会拿那条狐裘围脖出来戴上，在令寻面前晃来晃去，似是在耀武扬威一般。本王不会由他胡来。当天夜里，令恒躺在床上睡觉之时，身边就放着那条雪白的狐裘围脖，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柔软光滑的皮毛，很是满足享受模样。突然就灵机一动，想到不知人皮做成垫子躺上去是何等感受。少女看上去那般细皮嫩肉的，若是剥下来做成人皮垫子躺在上面睡觉，应该会舒服至极吧。她突然坐起身来，似乎找到了新玩具。次日，令寻一下朝便传穆生生到书房下棋。殿下要跟生生下棋，那还是昨日的规矩，若是生生赢了。行了，本王知道，开始吧。昨日是本王掉以轻心，今日重新下过，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本王还是让你九子，来吧。昨日都是生生运气好，稀里糊涂赢了一局，今日定是敌不过殿下的，只求到时候殿下惩罚生生时一定要倾斜。可一局下来，令寻却出乎意料，眉头紧锁。殿下，生生这是又一不小心赢了吗？随后穆生生一扭身子，毫不客气地熟练地坐进男人怀里。殿下怎么又让生生赢啊？是不是也想让生生亲啊？昨日输了，或许是因为令寻太轻敌，今日他可是全力以赴，却还是输给了穆生生，已是毫无怨言。而且根据这2日的对弈，令寻已经对穆生生的棋艺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他想赢穆生生，让九子是绝对没有希望的。穆生生，我们再下一局。殿下知道生生的规矩，一天只下一局，多了身子不允许。殿下若是还想下，只能明日再来。说完，手已经攀上了男人的脖子。穆生生的亲吻很简单，其实相当于只是单纯的嘴唇贴合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停留的直到他看见生命长了5天才退开。接下来几日，令寻屡战屡败，连战了穆生生5回，因为拉不下脸来，每次都依旧让他九子，以至于输了整整5天。穆生生亲了他5回，直接爽加25天的生命。他要是早知道这么简单，一开始就跟令寻赌棋好了。第6日，令寻从宫里回来，照例唤穆生生去文渊阁下棋。来吧，老规矩。这男人胜负欲很强，老惦记着想赢他，都让他寻思着是不是应该让他也赢一回。毕竟他也很好奇，不知令寻若是赢了棋，到底打算如何惩罚他呢？反正他都想好了，到时候如果输了，惩罚难以接受的话，他就假装身子不适，然后耍赖。想到自己怎么也不会吃亏的完美计划，穆生生得意地勾起嘴角。殿下，生生也不想老占你便宜，不如今日殿下就别让棋了，我们来公平对弈一局，如何？那好，今日本王最后一次让你，今后就公平对局。穆生生突然想堵住自己的嘴巴，他多那个嘴干嘛？令寻要是不让他还能下得过吗？2人还是按照之前的规矩，令寻又让了9子，明显能感觉到苦苦钻研几日，今日令寻似乎有所顿悟。穆生生冒着冷汗，为了那5天的命，绞尽脑汁，最后终于灵机一动，棋出险招，落下最关键的一子。令寻蹙着眉，极为惋惜地轻叹一声。
你又赢了。殿下承让了。令寻唇角不易察觉地勾起，穆生生依旧如先前那般欢欢喜喜起身上前，轻松熟练地亲了令寻片刻，眼看着得到5天的生命之后，这才退开。就在撩完就想走之时，令寻突然拽着他的胳膊，将他拉回了怀里。穆生生，你每日都亲本王，这技术还这么差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今日就让本王好好的教教你该如何亲嘴。殿下，生生身子不适，想回去休息了。哼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这女人每次聊完就想跑，总觉得好像把她当成什么工具人，达到目的之后就失去了兴趣，甚至有点不耐烦的样子。她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随意让她这么玩弄，她用了极大的耐心，亲吻认真而又细致。穆生生一开始还不情不愿的，可贴在一起的嘴唇，源源不断的那股神奇的神明之力传来，似乎带着无形的吸引力，让他难以抗拒，所以很快就心甘情愿地接受。让他感到惊讶万分的是，先前虽然已经增加过5天的生命，却还在持续增加，一直加到了10天之久，所剩生命直接达到了2个月。他这也是才知道，原来并不是5天封顶，而是可以持续增加。或许有更亲密的接触，还会加得更多的时间。这么算起来，他想要活50年，若是每次都按照这种程度，根本用不上10年。每次能爽加10天的话，跟着男人更亲热一些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片刻后，令寻松开他一些。如何？穆生生上气不接下气，红着脸没好意思回答，却已经是心跳剧烈，按捺不住想要继续亲他，看看还能不能继续增加时间。也不说话，他的双臂攀上了男人的脖子，将他拉了回来。穆生生，想取悦本王便好好学着。直到不能呼吸，令寻才停了下来，二人分开。学会了吗？还要不要本王再教你一遍？经过刚才，穆生生已经发现增长10天之后再亲就不能再增加了。根据他猜测，应该是亲吻可以增加5天，深吻能够增加10天。一想到这里，穆生生便又充满了干劲儿。不要了，殿下，生生太累了。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了吗？生生知道了。等他明天再找机会试试吧。为了能增加更多生命，或许他再多费点心思讨好取悦这个男人也不是不行。突然敲门声响起。殿下，圣上来了，属下没拦住。令寻却是眉头皱紧，眼前不自觉浮现那只小狐狸被活生生剥掉皮毛，浑身是血，被虐杀的画面。他立即抱着穆生生起身，将他送到阁楼上。别出声，你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这样吧？穆生生脸上潮红未退，头发也散乱下来，让外人瞧见，估计还以为他们刚做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。脚步声远去，片刻后，就听屋外皇帝的声音响起。朕今日带了一壶好酒，想与皇叔一起对饮品鉴。皇叔，你在书房吗？朕可要进来了。令恒几乎是一路从王府大门口闯进了书房，推开门进入书房的一瞬间，令恒对气味极其敏锐，立即嗅到了那少女的特殊体香。难道说她就在这里？令恒带着笑意四下寻找，嘴里唤着：皇叔，你在哪儿啊？他看似是在找寻令寻的身影，其实是在找几日前那抹少女的倩影。这几日他可是想得好苦呢，日日夜夜都想着应该如何把他从令寻身边夺走，然后变成躺在他身下的人皮垫子。陛下不必大呼小叫的，臣在此。回首看去，令寻正一步一步从阁楼上走下来。皇叔这大白天的关着书房门，还不让朕进来，朕还以为皇叔在这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陛下乃是一国之君，还望谨言慎行。皇叔，上回朕拿了穆姑娘1壶酒，今日特意过来还1壶给她，不知皇叔可否请她过来一趟？她身子不好，正在休养，陛下的赏赐放在此处即可，臣稍后会让人转交给她。这可是朕亲自为穆姑娘调配的，名为美人香，便是特意加了黄木香花调配而成的。那花的香味跟穆姑娘身上的味道一样，又香又甜的。陛下，男女有别，您这话叫人听见的话，成何体统啊？